针对美方战机使用导弹击落中国无人飞艇一事，外交部、国防部周日先后发表了措辞颇为强硬的回应声明。声明中有哪些关键信息，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流浪气球事件以美军战机升空开火，中国无人飞艇坠海告终，但事件的余波却宛如涟漪般缓缓泛起。我留意到，在美方宣告击落后没多久，中国外交部就迅速发出了回应声明，开篇亮出了态度与辞令，强烈不满和抗议。在我看来，这则声明的信息量很大。首先是对中国涉事飞行器的定性，是民用无人飞艇，无人飞艇所有权归属中方有关企业，绝不是美方谬称的所谓间谍飞行器。这意味着，作为民用航空器，这架中国无人飞艇受到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保护，美方无权使用武力将其击落。其次，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该飞艇属民用性质，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也就是说，哪怕美方基于联合国宪章，出于捍卫领空主权的理由使用武力将其击落，那么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美方也必须事先慎重研判该飞行器是否造成实质性威胁。就连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在此情况下，美方依然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再者，飞行器属于无自主动力浮空物，自身控制能力有限，受西风带影响，严重偏离预定航线。在事实清楚以及中国外交部已向美方作出反馈的前提下，中方偏航飞行器在美国领空享有预显进入权，绝不是所谓的主动侵犯他国领土领空。美方不仅没有依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对该航空器过航给予救助，还悍然使用武力将其击落，是对这则在美国芝加哥签署的国际法的公然践踏，是美国反对美国。最后，涉事飞行器属于中国企业所有财产，其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同时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这是一句场口辞令，痛斥美方行径语音绕梁。国防部的措辞则更为强硬，我们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言下之意，美方尤其是军方确实该好好品一品了。据中方释放的权威信息，该无人飞艇属于民用性质，用于气象等科研用途。类似的航空器是如何工作的？美方为何前后矛盾？先说不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后又改口称其为间谍气球，并开火击落呢？这个问题点到了要害之处，也是美方最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谬误。事实上，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也就是 NOAA， 早就对这架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因大气环流变化导致偏航有过精准预判。NOAA 下辖的大气资源实验室 ARL 发布的轨迹推测图中，该飞行器在掠过阿留申群岛向北极漂移的过程中，向东偏航进入美国阿拉斯加上空，并进一步向东南偏航经过加拿大。NOAA 曾经预测，该飞行器将于当地时间的2023年2月1号凌晨5点经过美国蒙大拿州上空。请注意，这是来自国际气象同行的官方认证。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方对该航空器民用性质的事先预判。要知道，连美国官方的科学机构都能对此飞行轨迹有着相对精准的判断，更遑论强大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呢？但凡美国军方研判这个飞行器有半点恶意和潜在威胁，美军早就可以援引自卫权把它击落。美军在阿拉斯加也驻扎着装备 F-22的战斗机联队，何必要等这个流浪气球都快飘离美国本土了，才在东海岸上空将它击落呢？这个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充分暴露了美方在欺骗自己的民众，也在欺骗国际舆论。事实上，探空气球在气象学界的地位几乎等同于听诊器在医学界的地位一样，是对高空大气环流进行气象观测的主要工具之一。
在气球升空的过程中，它所搭载的科学仪器可以从低空到高空进行逐层扫描，将大气的温度、湿度、气压等数据通过无线电回传到地面。部分远洋探空气球甚至能升到3万米的高空，借助中继通讯卫星将数据回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内地面站。这是大国气象部门基本都掌握的标配啊。搞气象学研究的朋友都知道，气象雷达与军用雷达虽然都是雷达，但它的用途与机制不完全一样。人工降雨还得用高射炮呢，你能说搞气象科考是军事用途吗？美国公然将我们的气象探空气球说成是间谍气球，这太不专业，太违心了，打的是美国气象学界的脸。1998年8月，加拿大也有大型气象探空气球偏航飞到了俄罗斯领空。气象学界专门有一个研究方向，叫做高空气象探测气球空间漂移分析。美国同行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吧？你们的政府在撒谎呢。更何况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大国之间相互探摸战略武器底牌，进行战略战役、战术情报搜集的途径手段那可太多了。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所属装备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第341导弹联队驻地在蒙大拿州的马姆斯托罗姆空军基地，我一个外行都能在谷歌地图上给你标出来。咱们犯不着放个气球过去一探究竟啊。那么在您看来，美国方面为何会表露出前后不一的自相矛盾呢？从气球无害论到气球间谍论，美国国内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我不太喜欢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为变量的主因去剖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取向，但这些年太多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美国两党恶斗的外溢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劫持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取态。针对此次流浪气球事件，我个人研判，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新一轮的恶斗，是一次典型带有政党色彩的舆论文宣战。一言以蔽之，共和党指鹿为虎，民主党连夜挽尊，是小事化大，无风起浪，本质上是一次面对中国时谁更强硬的朝野斗狠，秀给选民看，做给盟友看。事实上，已经有美国媒体嗅出不对劲的味道了。我们现在回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早前的回应，他说没有迹象表明该航空器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安全威胁。正是这句基于专业、理性与常识的判断，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系列质疑与声讨。首先跳出来骂街的，正好是共和党的政客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媒体们。特朗普毫不意外地出来蹭了一波流量，民主党人显然回过味儿来了。随着美国国内舆论逐渐完成了所谓间谍气球的形象建构，共和党籍政客试图进行一轮所谓民主党对华软弱拜登布林肯之流通共的议程设置，进而完成对美国民众民主主义情绪的煽动，使用的是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的那一套话术体系。共和党人甚至希望民主党主导的美国政府是无动于衷，让这架飞艇化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的飞行横幅，飘过整个美国上空。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当这架无人飞艇都快飞出美国领空，进入大西洋公海之前，拜登抓住最后的窗口，下令开火。这显然是为了击落而击落，粉饰为所谓为了不让碎片落地，损害美国民众。共和党指鹿为虎，将拜登政府架在火上烤；民主党连夜挽尊，感谢 F-2飞行员所谓精湛的一击。这架无辜的偏航无人飞艇成为了美国朝野恶斗的靶子。2021年底，网飞拍了一部政治讽喻电影，名叫《不要抬头》 （Don't Look Up），生动描绘了面对陨石危机时美国的众生相，那就是政客竞逐权力，媒体追逐流量，资本逐利而居，只有常识与理性被丢进了垃圾桶里。现如今，一个迷路的气球让美国在现实世界中上演了一次不要抬头。常识与理性会不会随着气球的陨落一同坠入冰冷的大西洋里呢？全世界都在审视。
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